皮特·罗杰没见过叶晨这种羊入虎口还跟老虎这么横的人，一下子还有些不太适应。他不由皱紧眉头，冷声说道：我是 Seer 的探员，也是这次调查行动的负责人。你既然上了我们的车，就必须要服从我们的安排。你以为这里是你家客厅，你想坐哪就坐呢？叶晨不耐烦地问他。我就要坐最后一排，你能把我怎么样？杀了我？你别忘了，你就算再是 Seer 的探员，在日本也没有执法权。你在这里敢动我一下，我立刻就干死你。说着，叶晨又道：哦对了，忘了提醒你，老子不是美国人，老子是华夏人。你一个美国 Seer， 在日本的地盘上，对我一个华夏人来说，没有任何威慑力。说白了，你在我眼里连根毛都不算。皮特·罗杰看着叶晨那丝毫不像开玩笑的样子，整个人都傻了。他虽然杀过很多人，但要说像叶晨这么一心找死的，还是头一回见到。他心中疑惑，这家伙非要上车，对我来说不就是多杀一个人，多处理一具尸体的事情吗？怎么他还在我面前这么嚣张？不过眼下唯一的问题是得尽快开车，不能一直耗在这里。万一真跟叶晨在这里争吵起来，整个行动都会受到影响。于是他只能压下心中怒火，对叶晨说道：好，你想坐最后一排就去吧。叶晨对他撇了撇嘴，嘟囔道：操，一个狗屁探员而已，得意什么？不还是得认怂吗？叶晨有意让皮特·罗杰听到自己的嘟囔，这顿时让对方气得只想骂娘，但考虑到大局，他还是忍住没有发作。随后拿起对讲机，开口道：跟前面外务省的车联系一下，让他们来2个工作人员到我们这辆车来。叶晨自称是保镖，皮特·罗杰不知道他的实力，所以便决定找2个忍者过来，以防万一。叶晨没搭理他，迈步往后走去。途经第2排时，一脸诧异的塔瓦纳忍不住质问他：你在做什么？这里和你有什么关系？叶晨淡然道：坐的又不是你家的车，你管得着吗？一句话把塔瓦纳噎得够呛。也是，毕竟连自己都是坐在别人的车里，叶晨愿意上来凑热闹，自己还真没资格管他。于是塔瓦纳想到唯一的突破口，冷声道：好，你上车我管不了你，但我想问你，谁给你的权利来冒充我的保镖？说完，塔瓦纳便一副我吃定你了的得意表情，盯着叶晨，等着他的回答。叶晨属实惊了，而皮特·罗杰在内的几人更是惊骇不已。他们本以为叶晨真是塔瓦纳的保镖，但没想到竟然是冒充的，这让他们立刻警觉起来。不知叶晨混上这辆车，甚至赖着非要上这辆车，到底是有何居心？叶晨卡拿着塔瓦纳，冲他竖了一个大拇指，冷声称赞道：行啊，还得是你的脑子转得快。皮特·罗杰盯着叶晨，冷声质问：你到底是什么人？既然不是斯维特小姐的保镖，那就请你立刻下车。虽说皮特·罗杰很想把叶晨干掉以解心头怒气，但他也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多一个崔佛已经超出预期，再多一个叶晨，麻烦会更多。所以如果叶晨能够自己下车，那就再好不过了。叶晨看着皮特·罗杰，一脸摆烂的态度说道：行了，我也不装了，跟你摊牌了。我他妈怀疑你这貂毛根本就不是什么 Seer 的探员，所以跟着看看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要是不服气，我让三井先生找找关系，给外务省打个电话，或者给美国驻日使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你觉得怎么样？皮特·罗杰心里一沉，今天的事情进展到现在，之所以能如此顺利，是因为自己的准备足够充分，大量伪造的文件和证件完全可以以假乱真，而且他的理由也编造得足够好，利用了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又心照不宣的那些事情，以至于让大家觉得 Seer 在这个当口来调查塔瓦纳，算得上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三井良校多点心眼子，给日本外务省去个电话求证一下，很快就能意识到这一切不过就是个骗局。
所以刚才还想让叶晨赶紧滚蛋的他，眼下绝不敢让叶晨再离开这辆车。于是他便故作不屑地说道：我已经出示了所有的证件和文书，如果你还觉得不放心，等会到了大使馆，见到大使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明白了。说着，他看了看时间，表情严肃地说道：不能再拖了，华盛顿那边还在等着，先出发，到大使馆再说。叶晨笑了笑，也没继续与他对峙，而是随口说道：既然你不让我下去，那我就坐最后一排去了。说罢，他看向塔瓦纳，笑着说道：斯维特小姐的脑子既然转得这么快，不如再好好分析一下现在的情况。你猜我上来是做什么的？塔瓦纳还没意识到里面有什么猫腻，只是怒视了叶晨一眼，便直接把脸转向一边，不再搭理他。叶晨哼笑一声，便继续迈步向前，途径了第3排之后，坐在了最后一排右侧的头等舱座椅上。这时，前面那辆外务省的车内下来2名年轻男性，两人立刻登上这辆丰田客车之后，皮特·罗杰便对其中一人说道：你去最后一排，盯紧那个男人，一定要确保他不会干扰我们的调查工作。那人眉头一皱，听出皮特·罗杰话中的意思，一旦他在某个人身上用了一定药，这种不容置疑的说法，就代表一定要把这个人干掉，以免有任何不可控因素。鉴于原定计划是干掉塔瓦纳，所以他便意识到，一旦其他人对塔瓦纳动手，自己就要同时动手解决掉叶晨。于是他便立刻说道：好的，罗杰探员，我明白了。皮特·罗杰点了点头，接着又对另一人说道：你坐我的位子，我坐副驾。皮特·罗杰本身并不算什么高手，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所以他的战斗力多数需要热武器才能体现得出来，而他这次行动上面本身就不让他硬来，所以他便想了这么一个招数，打算不费一兵一卒，不开一枪一弹，堂而皇之的把塔瓦纳带走并解决掉。不过为了应对突发事件，他在副驾的座位下面藏了一把上膛的手枪，一旦有突发情况需要用到手枪，拿出来打开保险就能立刻激发。原本叶晨如果不上车，他便打算坐在第1排近距离欣赏塔瓦纳和崔佛被毒杀的过程，但现在多了一个不可控因素，他便让那忍者坐在第1排侧应，自己去副驾驶，一方面是能离枪更近，另一方面是能够与叶晨拉开最大间距，以充分发挥热武器的优势。除此之外，中间隔着3排6个人，如果真有什么危险，自己也是危险程度最低的那一个。安排好了人之后，皮特·罗杰便对司机说道：好了，尽快出发，华盛顿那边还等着呢。司机点点头，发动汽车，缓缓加油驶离。皮特·罗杰给手下定的计划是，车辆只要顺利离开巨蛋，就立刻动手把人干掉，以免夜长梦多。之所以要离开巨蛋再动手，是生怕万一三井家族的人拦停车队，一切还不会出破绽。只要车辆离开巨蛋，就上了东京的市政道路，那样的话，三井家族的人想拦也拦不住。这时候动手便是最佳时机。动手之后，车辆会立刻前往横滨，他们已经在横滨一家殡仪馆做好了接应。在抵达殡仪馆后，尸体会立刻与一位原定于下午火化的孤寡老人一起推进同一个焚化炉进行火化。那个孤寡老人是在养老院病逝的，当地政府和福利部门出钱为其提供火化和简易安葬的服务。由于没有亲人陪同，所以火化时不会有外人在旁，把塔瓦纳和老人一起烧了，分出一部分骨灰给到福利部门的工作人员，剩下的杂碎冲进下水道。塔瓦纳就算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了，谁来也查不出任何线索。可现在棘手的事情来了，原本要拿来烧2具尸体的焚尸炉，现在要烧4具尸体，能不能塞得下还真是个麻烦事。于是他便立刻拿起手机，给自己的上线发了条信息，告知对方情况有变，稍后需要处理的尸体从塔瓦纳一人
上升到了3人。对方收到消息之后暴跳如雷，回信息质问他：你他妈脑子有病？你自己来看看那个破逼焚尸炉，能他妈塞进去4个人吗？2个都得一上一下的进，4个让我怎么烧？皮特罗杰回复道：那是你的问题，我稍后把3具尸体给你送去，你爱他妈怎么烧怎么烧。对方愤怒地回复 Go fuck yourself， 那意思大概是操你自己去吧。此时此刻，坐在最后一排的叶晨看着身边那个一直警惕的用余光观察自己的忍者，心中正在分析眼下的局面。如果真要动手，这些人无一例外都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只是自己得在解决这些人的同时保住塔瓦纳和崔佛2人的性命，否则老婆满怀期待的来看演唱会，演唱会还没开始，歌手就被暗杀了，这种事儿搁谁身上都会成为心理阴影。